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多啊，第一个，史学泰斗余英时辞世啊，那么第二个是轮到电子烟和咖啡了吗？中国本轮，第三个是中国本轮疫情9月底能不能结束？第四是我们讲讲夜谈啊，讲讲孟晚舟啊。我们主题比较多，所以我就尽快的讲一讲。史学泰斗啊，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8月1号在美国寓所睡梦中辞世，享年91岁啊。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题目呢，主要是向余英时先生致敬啊，因为新闻呢，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然后我们大家都去关注余先生的著作啊，这个很有价值啊。余英时生于1930年，安徽人啊，那生于天津啊，他祖籍是安徽啊。美国哲学会的院士，主攻是中国思想史。他以史学家的敏锐啊，透射政治现实啊，那么坚守传统知识分子的单纯的倔强。1949年就读于北平的燕京大学历史系，50年入读这个香港的新雅书院，师从这个国学大师钱穆啊，那么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然后师从当代汉学泰斗啊杨连生啊，那受西方学术训练，并取得了历史学哲学博士的学位。余英时先生著作良多啊，桃李满天下，他一直在教书，然后写作中英文著作59本，论文4000多篇，是当代华人知识分子当中影响力最大的知识分子之一啊。那么，而且是少见的在哈佛、在耶鲁、在 Princeton 啊，这些名校担任教授的这个学者啊。那他2002年，余英时先生说啊，他说中国大陆从1949年到现在没有历史学啊，只有假历史啊，为了政治宣传编造出来的伪历史啊，要揭穿伪历史，只有将来在学术完全自由以后，资料开放，根据原始资料说话才可以非常有真知灼见。他的这个学生王范森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啊。他说，老师一生捍卫人权，关注中国文化的命运，坚决反共啊，毕生一以贯之啊，一以贯之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那么余英时是一位有现实政治观点的历史学家啊，坚守政治操守，洁身自爱啊。那么中共一直在私下做他的工作，想让他回中国大陆啊。这个余英时先生他这么说，他说6·4对我来说最大的刺激。那么从前还是原则上不回去，而是事实上不愿意回去。他说原则上原来呢是原则上不回去，事实上不愿意回去啊，讲的回中国大陆。后来是原则上绝对不能回去啊，绝对不能对这样的政府表示任何的支持，这是他对中共的看法。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他核心价值，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啊。中国文化现在不在中国啊，这都他说的。我不相信回到中国才有中国文化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他坚持要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啊。他说，王阳明讲的一句话很要紧，就是良知的问题啊。你有没有良知？知识人有没有尊严？你对自己的良知是不是肯负责任啊？这是他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啊。那么
他的人权的尊重和信念是什么？他有句话叫不许任何人欺负任何人啊。他年轻的时候在安徽家乡，听说有一个营长，当地一个军官营长欺压当地百姓，就非常的愤怒啊，写了一封信啊，告诉他要告他。然后那个营长一看，哟，这个书生给他写信啊，就找人帮他解释，跟他解释，这就是他的人生的态度啊。他还有一句话讲，一定要守住台湾最后这块净土，这余英时讲啊。他批评国民党，他说台湾有很大的心理问题啊，那么包括国民党在内，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啊。还另外一个就是怕台独，于是就用对岸来控制台独，这就是国民党的心态。我情愿让共产党来收拾这个民进党，防止他们台独，这是现在很多国民党的人的想法。那么在社会的运动当中，6·4事件，余英时先生全心全意投入帮助流亡的学生学人和这个意见人士。在香港战中运动的时候，他一直在关心这件事情，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他一直在关心香港问题。这就是余英时先生，我就不多说啊，因为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的资料，我只是提个头啊，向余先生表示敬意啊。那我们今天第二个题目就是电子烟和咖啡啊。那么在中国现在做生意越来越难了啊，风险越来越大啊，官府办案只用响指啊，一个响指一个行业啊，毫不含糊啊。我们说这个7月流火上来是什么？7月开始上来就是打击这个网络公司上市，就当然是滴滴了啊，滴滴啊开始打击呢，轰轰烈烈，理由是什么？国家安全啊，就算你上市也让你退市啊，就这个态度啊。然后接着就是什么？接着就是团灭教培行业啊，理由是政治安全啊，之前是国家安全，这是政治安全啊。到了这个星期呢，就是经济参考报一篇文章啊，这个重创这个游戏行业，理由是什么？理由是电子游戏是精神鸦片啊，中共的眼里容不得沙子啊，权力任性不停步啊。我不知道他过去70年他眼睛是不是瞎了啊。最新的动态就是轮到这个电子烟和咖啡啊。新华社8月5号发表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题目叫是警惕电子烟流向未成年人。他现在中共不叫青少年，叫未成年人，他总是要把他的名词跟其他国家错开啊。这样的话，他表达的语境，他表达的这个内涵就不一样，他想装什么进去就装什么进去。什么叫未成年人啊？那么在批评说这个标榜潮流和健康的电子烟在年轻人当中快速的走红，对青少年是安全隐患，这都说的都对啊。共产党的文章是看上去都对，但是呢别有用心啊。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中国这个电子烟的乱象，也品牌授权店管理松散，然后这个电子烟这个柜台上贴着严禁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但是呢实际上呢没有人问你到底多大年龄啊，这个好像这个不是电子烟就问过似的，不是电子烟的烟酒铺也不会问，对吗？但是他只说这个电子烟啊，然后说这个超市啊便利店啊也在卖这个电子烟啊，但是它不叫电子烟，叫雾化棒、雾化器啊，搞这种名堂啊。然后而且这个一次性的电子烟包装很简单，有说有中学生来买各种，包括网络啊，网络上的电子烟屡禁难绝啊。从2018年开始，中国针对电子烟采取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禁止网上售卖电子烟。
然后2019年电子烟全网下架查电子烟。那么文章引述今年7月份世卫组织发布的这个2021年全球烟草流行情况报告说这个尼古丁容易上瘾对大脑发育有害，因此必须更好的管理电子烟。他就不说香烟他绕开香烟尼古丁容易上瘾，你应该直接就把香烟给禁了，他不禁他要关心这个20岁以下的人抽电子烟，精准的要控制这一部分那么这篇文章出来之后那当然这个电子烟的中概股应声下跌美国上市电子烟第一中概股叫悟芯科技，悟芯科技这个跌了5%，盘后继续跌2%，今天不知道跌了多少我没看。那么全球最大的电子雾化器设备制造厂商叫斯摩尔国际，那么曾经跌8%，最后收市跌1.92%。电子烟这件事情是这样2019年中国电子烟的市场是78亿到了今年应该会超过90亿那么大不大也不算太特别大那么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在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为什么中共很敏感？中国非常的敏感，政府非常的敏感。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中国有35000家企业，它的经营范围里面是包括电子烟，叫雾化棒等等用各种各样的名词中国既定的政策就是打击电子烟，为什么？因为你是电子烟嘛，冲击的是什么？冲击的传统香烟、卷烟。中国的卷烟，政府专卖，从烟叶的生产、采购，一直到卷烟的销售那生产中间的卷烟厂全部是国有企业。那么卷烟的销售政府专卖，你所有的人要买香烟要到专卖局去批发，然后店里才能卖，所以整个的产业链政府全吃透那么一年有上万亿的收入非常中国世界宇宙最大的公司叫中烟集团，如果它上市一定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企业。中国有6亿烟民中国在禁烟这件事情上不积极是因为中国让这些烟民贡献它的巨额的收入。电子烟有2个问题，中国政府是要打击的。第一个，没有门槛电子烟没有门槛它既不专卖，也没有说我要搞个烟厂，你要审批手续，它不是一个专卖的行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电子烟会冲击传统香烟，因为对青少年来说，他觉得香烟没那么健康，传统的烟卷有焦油焦油不健康，那怎么办？我吸电子烟，电子烟没有焦油，只有尼古丁，所以他文章里面就批判尼古丁会上瘾，尼古丁上瘾，卷烟也有尼古丁，所以他不批判卷烟。所以就中共的文章你读上来呢，全部是冠冕堂皇，但是暗藏祸心他就是为了他保护他的这个卷烟。如果你真的关心人民健康，开始禁传统卷烟，传统卷烟毫无疑问会比电子烟对健康伤害更大，你甚至可以用电子烟把卷烟灭掉都可以但是不会的，为什么？这跟他的利益有关。所以电子烟是不是下一个整治的目标呢？这第一个。第二个，咖啡科技部8月5号在他的官网刊登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标题叫“过量喝咖啡会减少大脑容量并增加患痴呆症的风险”这个标题呢引述南澳大利亚大学的研究人员说评估了咖啡
对这个英国生物库中17702名这个年龄在37到73岁的参与者大脑的影响，发现每天饮用咖啡超过6杯的人，患这个痴呆症的风险增加53%。一天喝6杯啊，一天喝6杯咖啡，那真的是重度上瘾。然后就讲了一堆它的不好啊。那么美国农业部的统计，这个2019年到2020年，中国咖啡的消费量是19万吨，19.5万吨，人均一年消费15杯咖啡啊，增加了4.8%。那么到2023年，中国咖啡市场容量1800亿啊，这是咖啡啊。那么在中国呢，咖啡主要的品牌当然是星巴克了，这个瑞幸了 ，Costa 了，还有这个 Pacific 啊，就是太平洋咖啡了。那么太平洋咖啡主要是在华南地区 ，Costa 主要在北京、上海这些地区啊。那么咖啡不高兴，看不顺眼，咖啡你在中国挣这么多钱，特别像那个什么，像星巴克挣那么多钱，那不行，那得看着挣钱不高兴，所以这些东西都开始看不顺眼。市场为什么这么敏感？市场这么敏感，当然是因为中国政府任性啊。8月3号，这个经济参考报那么发表的文章叫《精神鸦片竟长成数千亿产业》，讲的游戏打游戏呢，这个腾讯跌，网易跌，哔哩哔哩跌啊，那么这是一个。然后这个香港股市8月5号继续跌，腾讯跌3.9%，网易跌3.8%，金山软件跌4.6%啊。那这个上个星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这个由于中国政府对这个私营企业的打击，为了保护这个投资者的这个利益，会要求中国的中概股提供更多的这个披露更多的这个风险披露然后呢，美国证监会也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实施这个外国公司问责法的退市规则，最早在2年之内把不符合这个审计标准的中国企业从美国退市那么中国的科技股也或者我们讲中概股，7月份创下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差的1个月。那么跟踪纽约上市的中国科技股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多少？20%腾讯和阿里巴巴分别下跌16%跟10%。那这个 FactSet 这个汇盛的这个数据，7月份以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市值蒸发4000亿美元，4000亿就2万多亿吧那么你数据安全、教培、游戏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包括中概股的蒸发，包括港股，包括中国 A 股蒸发了多少？整个的市值10万亿，10万亿。中概股是4000亿美元，4000亿呢，你算4624，25000亿那么其他股市蒸发的也有这么多加在一起是10万亿那么你看一下这个怎么反应？就外界是怎么反应？欧亚集团是专门做这个风险评估的，是一家顾问公司他的这个专家叫这个特辽洛，他这么说，他说中国认为投资者的利益远远低于维稳的需求，预计监管将持续下去，继续负面影响中国资产的估值这是他会这样跟他的客户说在中美技术竞争的日益激烈的背景之下，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政府希望确保科技公司和中国政府的优先事项不断变化的监管偏好保持一致。这话很拗口，意思就是
习近平会要求这些科技公司或者是网络公司要跟紧他走，就这意思啊。然后是 Riverfront 呢是一家投资公司啊，它的这个国际投资组合经理叫康斯坦丁。康斯坦丁他这么说，他说中国对资本市场的干预，所以呢，由于这个中国政府不断的对资本市场干预，所以他们公司呢资产配置将排除中国公司的股票啊。他说，共产主义的中国啊，就是中国了，就是总体目标从未与追求企业利润相提并论过啊。我们很清楚，习主席和中共将继续优先考虑社会秩序，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关注。这类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发生大规模的起义。这个话虽然有点看上去不是那么着调，但是反映了他们的看法啊，反映的看法。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副教授史忠汉Victor Shi 他说，中国的监管打击，监管严重损害了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的估值。这些从政治上被更有效的公司不应该作为这些公司啊，就他说这些中概股的公司不应该作为科技公司，而应该被视为公用事业来估值。公用事业的水厂高速公路或者作为更无趣的公司，那种没有活力而且没有增长潜力的公司。你看见没有？中概股的估值在变成什么？变成公用事业公司，这意味着什么？估值重新估值。瑞银集团分析师雷蒙说，在短期内，监管的头条新闻可能会持续导致市场波动。短期投资者关注强大政策支持的行业，如新能源、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瑞银不一样为什么？瑞银在中国有企业，他应该是跟中金吧，我忘记了。他有一家证券公司在中国，他现在是占49%，他可以把那家公司买下来。但是瑞银现在还没有买，为什么没有买？他是有权把他整个股权买下来，为什么没有买？这就是他的看法他本身就是他看法。那他既然在中国要做这个 broker 的生意，那当然他就讲话就不一样了，他就不会讲这些估值要变成公用股。结论是什么？结论就2条。第一条，我讲的是现在中概股成为资本市场的毒药，这第一条。第二条，中国市场成为资本市场的毒药，这就是现在影响是什么？就这一轮政策操作下来，结果就是这个结果，就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看法就是这个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疫情疫情，卫健委公布今天最新增加的案例是85个确诊本土病例62例。那么国务院联防机制8月5号召开记者会那么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叫贺清华，这个央视提问说，这个病例在不断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当前疫情已经失去控制？那么当前疫情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未来走势如何？这个贺清华这么答，当然总体可控，永远是这句话。大家记住，当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永远是这个总体形势可控那这共产党嘛，那什么他都能控制但是才是重点但是由于波及范围广，人群面广，加上多个不同来源输入病例，导致本土疫情叠加，增加整个疫情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只要各地严格落实好各种防控措施，疫情
2到3个潜伏期内能基本得到控制然后就全国层面而言，其他地区可能出现新的疫情，各地要加强监控，尽早将疫情控制在萌芽阶段。然后国务院联防机制已经派出了20个工作组，督导重点口岸城市，排查堵塞漏洞，加强外防输入和处理突发疫情。那么当前中国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的疫情，就是多点，比如说张家界呀，比如说南京啊，比如说郑州啊，比如说武汉啊，都在多点散发的疫情，加上暑期出行高峰，疫情扩散风险加大，一旦发现疫情，要以最快的速度控制。这是他的这番话。这番话呢，如果我们算一个潜伏期，潜伏期有多长？潜伏期是1到14天基本上这个疫情的潜伏期大概是14天以内，就是说14天以内它会发病。所以这件事就是你感染了，那么14天以内会发病，但是呢，通常呢是5到6天，5到6天你就会发病。那么从这个流行病学的控制的情况来看，中国讲的一个潜伏期就是14天那么2个潜伏期就是1个月那么3个潜伏期就是半个月，1个半月。那现在是这个8月5号，8月5号，如果你加上3个潜伏期，也就是说在9月底之前，疫情能够基本能控制。这就是刚才这个贺清华他讲2、3个潜伏期基本上能控制，就是这个意思这件事情怎么看？老实说我不信为什么？第一个，现在的疫情到底有多严重？肯定不是呈现出来的这个情况。我们网友都报过，就是说他们的楼里发生了疫情，但是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报告里面没有反映出来，等等，这个情况很多，很普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情况发生在哪里？农村，农村的情况更复杂，而且更不受控制。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疫情，我们现在看到的官方放到桌面上的情况，肯定有瞒报而且它有这个记录，不好的记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大概应该有3到4个城市发生的疫情和这一轮疫情的爆发是什么？这一轮疫情爆发是在南京的这个禄口机场。现在有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围绕着什么呢？围绕着这个保洁员。当时的爆发就是保洁员并发，然后以保洁员作为流行病学调查的源头。因为上次他的结论就是保洁员去打扫卫生打扫卫生脱衣服没脱好，所以就感染了再传播出去。他是以这个为源头去追查。现在问题很奇怪，那你想一下，保洁员脱衣服没脱好，他就感染了，那里面的乘客呢？那乘客那不得在这个封闭的空间，他是从俄罗斯飞来的，俄罗斯飞来你怎么着也得几个小时吧，至少得从南京至少得5、6个小时，5、6个小时的封闭的空间里面的乘客，里面的这个叫什么空乘人员，包括驾驶飞机师，他们就安然无恙。只有这几个保洁员，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流行病学调查全部都是针对这个保洁员然后去追出去。那这顾客怎么说？对吧？有没有情况？一定会有一个案子都没有出来那个空乘人员、空姐们、空少们呢，安然无恙，就只精准命中这个保洁员。所以这里面肯定是有瞒报，这个瞒报情况爆发成什么样不知道。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不相信他。第二个，
没有关联的疫情，现在只是一个两个，只有一个两个，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是散发性的。怎么散发出去？你这一个发现了，大家知道中国的确诊标准是很高的，就是你没有症状都不算确诊，那你没有症状不算确诊，它是有传染性的，这种传染性出去，所以疫情为什么厉害？厉害就在这里。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无关联的疫情它是怎么发展，情况怎么样？没有讲，所以我不相信他说2到3个这个潜伏期就基本上控制，这是不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算他按照他的这个说法，那你可以看到影响也是很大。为什么？第一个，完美的错开了开学，9月1号开学，那到9月底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也完美的错开了这个欧美圣诞的这个发货期啊，这个很重要。你现在当然现在我们现在广东的情况没那么严重，但是到底后面影响有多大还不知道。所以现在的我基本上我不大相信啊，我们继续跟进啊。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部门的措施。文化和旅游部宣布不组团前往这个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啊，已经在当地的旅行团必须停止当地的活动，这是旅游部啊，文化旅游部。然后是教育部，教育部说，如果开学时仍然有中高风险地区，有关地区暂缓开学啊，学生暂缓返校。这是教育部。第三个就是电影局，电影局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部署要求，该限流，该暂停，该关闭。低风险地区电影上座率不得超过75%，中高风险电影院不开放啊。然后就是中宣部全面深入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的专项活动啊。一打击这个假新闻或者是新闻敲诈呢，就是针对那些自媒体啊。目的是什么？所有非我族类全部要消灭掉啊！他定期会开展这个活动的。我现在手上有一个邵阳县的这个疾控中心领导小组的通告。邵阳是湖南的一个县啊，那么人口是75万。它的这个措施你可以看到，一个地方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它的管控措施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管控措施其实对当地的影响有多大。它的这个通告呢，讲的是什么？第一个，接种疫苗，若干个措施，公职人员、党员、行业从业人员、住院病人、陪护人员、15岁以上人员以及职高学生、中小学学生，这个中小学学生及学前幼儿的家长啊，疫苗全覆盖啊，你看很周全，非常周全。然后8月10号前完成第一次接种，9月10号前完成全程接种。然后是公职人员、党员要负责督促直系亲属和亲属接种，然后民众要有这个疫情记录啊，才可以入院治疗或陪护。学生入学啊，全部都掐死啊！学生入学要出示父母的这个疫苗接种记录啊，等等啊。然后8月15号开始，没接触的人员，那么他的所有的费用自己掏啊，就这意思啊。这个很会的啊，共产党干这个很厉害的。然后是敲门行动，全县各机关事业单位安排专门力量配合村社区干部到小区、出租房、企业门店敲门，检查什么？检查疫苗接种问题啊。然后全面排查这个中高风险的人员，然后小区管理，这个戴口罩，然后就是3联啊，就是这个三码连信，然后测体温、戴口罩，
然后就是这个电影院、歌厅、网吧、棋牌室、游泳馆全停全停啊。所以你基本上看到，这是邵阳湖南是重点嘛，湖南张家界是重点但是你看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做这个动作了基本上，所以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去年疫情爆发之后的中期状态，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张文宏的说法是现在是在博弈这头防控，这一头呢在散发他认为最重要的是避免就不能出现其他地方没有关联的这个爆发，那他认为那是风险。我认为并不完全是，就是现在的就是和南京有关的疫情防控本身就没有控制住。为什么？因为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虽然他这个你不报告我就抓你，但是其实我们从去年下来到现在，其实看得很清楚的就是，病毒从这里到那里，你采取什么措施，它都会过去，时间问题。当然，阻断是有帮助。阻断的帮助是什么意思？阻断的帮助是让你的同一时间发病的病人的数量不会一下子上去，让你的整体医疗体系瘫痪阻断的帮助是让这个峰值往下压，但是它并不会减少，并不会没有，还会有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复杂的情况就在这里所以大家对中国疫情的判断不能过于乐观，我觉得可能要加上个30%-50%吧，至少得好，讲讲叶檀叶檀在8月5号发了一段微博，这段微博他现在删了，我已经找不到了。我上他的微博看了一下，叶檀是一个财经分析师那么他发了一段微博，这微博这么说，他说：“让我们关注加拿大一个勇敢的女人，她在替所有人担罪8月4号起，孟晚舟引渡案进入最后阶段审判审理彭博社回顾加拿大引渡案审判的历史数据，几率仅为1%，用12分的努力追逐一丝希望。”这段话引起了轩然大波在网上都在骂叶檀所有人都在骂叶檀。那网友就说我能说关我屁事吗？还有一个网友说，他在替我们所有人担罪，他有罪吗？我也有罪吗？我一直像一只小绵羊一样小心翼翼的生活，怎么就有罪了呢？真是飞来横祸所有人都在骂这句话。然后叶檀呢非常的谨慎他发这段微博的时候呢，这段文字的时候显示出来，他用的是华为手机，华为 P40 Pro 50那么网上当然铺天盖地现在在骂这个叶檀叶檀呢算是我的同行73年出生复旦大学历史系部，他学历史的，他也做的是财经史的分析那么财经分析师专栏作家那么专攻这个政治史跟经济史，他是华兴股份的首席经济学家，他的微博有360万那么他当然这段文字呢也是用心良苦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我们先说说孟晚舟这个案子，我们再来分析孟晚舟是8月4号开始在这个案子一直会最后一轮的审判审理那么8月4号到20号，加拿大 BC 省的最高法院最后一轮聆讯那么这个孟晚舟自己出席这个出庭那么预料呢，法官会在今年秋季做出裁决，不管控辩双方谁胜诉，
败诉的那一方都可以提出上诉，继续打。这个案子不会那么快，很多人认为这是最后一次，其实不是的。这一轮的这个审理会有结果，但是呢，你还可以上诉，其实还可以打。然后加拿大司法部这个星期二发表一个声明，说这个孟晚舟引渡案到底是引渡还是释放，是由法官来裁决啊。在司法阶段，尊重法院独立性的前提下，司法部长不会就引渡程序做出任何决定，这说明了加拿大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啊。那么这个2年官司打了2年啊，那么这一轮应该进入尾声。那么孟晚舟的律师团队这一次的方向4个，第一个，美国是基于政治的考虑提出起诉。第二个，司法人员侵犯了孟晚舟的宪法权利。第三个，美国向加拿大提供了误导性的资料，违反了国际法，4个方向去辩护。不过呢，加拿大的律师赖建平说，他说值得关注的是，孟晚舟几个月前通过香港法院从汇丰银行获得了一些新的文件。那么他们律师呢，试图用这个文件来证明汇丰其实早就知道华为跟星通之间的关系。美国方面呢，故意隐瞒了这个事实来误导这个加拿大。不过呢，主审法官霍姆斯驳回了这个孟晚舟律师的这个新证据的要求这个霍姆斯法官说虽然新的文件显示汇丰的一位董事总经理了解华为和星通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个人并不是汇丰风险委员会的成员，无法得知董事总经理是否和风险委员会谈过华为作为客户的情况，也没有更多的证据可以推翻美国方面提供文件的讲的这个欺诈的这个论述所以呢，赖建平说这个汇丰银行的文件前后矛盾，它有可能是什么？中国政府呢的政治干预所以呢，孟晚舟的这个团队，甚至华为，甚至是中共，利用他们对汇丰银行的影响，因为汇丰银行在香港，它有生意做出一个所谓的证据说明，显示有人为因素的影响那么大概就是这样。那其实中国在外交层面一直在向美国提说孟晚舟引渡案不要搞了。这次包括这次天津会谈，中方还提出孟晚舟案，所以孟晚舟不是一般人绝对不是一般人那么中方提说你这个孟晚舟引渡案是不是停下来然后中国说那你关了2个加拿大人，这个康明凯跟斯波佛你是不是也放了等等。总之就是之前呢，美国司法部跟孟晚舟团队谈判律师团队谈判，这个要这个孟晚舟承认认罪才能够放他，但孟晚舟不同意，孟晚舟团队不同意，这肯定不会同意的大概是这样。那我们讲讲为什么叶檀这次一脚就踢到了铁板上呢？去年7月份，孟晚舟曾经写过一封公开信，那个公开信写的声情并茂，讲他这个被软禁了1年的感受那么他说经历了恐惧和痛苦，失望和无奈，煎熬和挣扎，对他的支持者表示感谢，对华为的客户表示感谢。本来一封这个他很有这个情感的这封信，结果呢，这个信一出来呢，被人骂得够呛，中国网民非常反感就连他当时穿衣服穿得很漂亮很时髦他可以带着脚镣，虽然电子脚镣也约束他晚上11点回家，但是他白天还是可以逛街然后中国大使馆，中国驻加拿大的使馆人员
是很殷勤等等，很照顾他等等，这些事情网友都很反感啊。为什么？转折点是什么？在更早的时候，华为作为一个民族企业，这个民族企业，很容易洗脑，非常容易洗脑，这一卖就马上就铺天盖地。转折点是什么？转折点是李宏源啊，华为的前雇员李宏源。李宏源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中国网友对华为的看法180度转弯。这个李宏源因为他离职之后呢，就要求你赔偿，他本来应该答应了要给他钱，结果后来不给，说他敲诈呢就告他，然后公安局就把他给抓了，李宏源关了251天，最后无罪释放，说没事了，就让他放他走了。放他走了以后，这件事情就闹出来，然后这个华为就出了一个声明，意思就是如果我有什么问题，你就来告我呗啊。这件事情呢，让中国的网友一下子就改变什么？改变，你想一下，一个为华为服务了13年的员工啊，因为不续约，然后呢，就为了争取他的补偿，争取年终奖，华为就把他给抓，就举报他涉嫌犯罪，警察就把他给抓了，关了251天，最后说没事就给放啊，最后连这个官媒都看不过，都认为华为就不服来告这个态度很傲慢。中国网民就从这件事情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自己，就是什么？就看到了自己的下场，然后他们看到了华为对李宏源的冷漠、无情、蔑视，网友代入，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他有一天碰见华为，他也会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去年这个孟晚舟那封信，结果一片骂声，这也是今天叶檀写的这段微博被人骂得要命的原因。为什么？中国网民对华为的看法改变了，中国网民对华为的看法改变了，中国网民对这个孟晚舟的看法改变了啊。那这个有那么多老公，有那么有钱啊，你能跟这个李宏源比吗？李宏源一口气被关了251天，他能带着电子镣铐出来逛街吗？没有。这就是为什么轮到叶檀，你为孟晚舟辩护，那网民就觉得很恶心，就网暴，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全部讲完了，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里提醒一点啊，就是经常有网友在脸书上面加好友，向我加好友，我就在这里说个抱歉啊，请不要加我好友啊。就我基本上在脸书上的好友都是我真的现实中的朋友、同事、同学这一类的啊。我一般不加好友啊。那么在推特上呢，我也有一些好友，但是也不太加。为什么？因为太多了，我有一些东西我会应付不过来，所以大家不要加我好友，好吗？啊，我就说一声啊，不是傲慢，是真的会有不便之处啊，所以请大家理解，好吗？好，明谢 Frankie， 谢谢 Jessie 蔡，谢谢 Victor Han， 谢谢卢玉新，谢谢谢克群，谢谢 Helen， 谢谢二师兄，谢谢啊。观点：作为一个咖啡店主，要喊冤。标准一杯咖啡120cc，6杯也就是720cc，没过量 ，OK， 好吧？你的杯子有点小哈，情况：我是电子烟从业者，从13年开始爆发到现在，经过很多迭代发展，
随着资本的进入，才慢慢进入大众视野。特别是，瑞克啊，在美国上市之后，一下触动了政府的神经。虽然之前有一些媒体黑这个产业，但是这个情形越来越恶劣，而且各个地方的政府随意抓罚、钓鱼执法，如让未成年去买，然后直接派人抓店主，高额罚款。然后供应链端开始大力限制尼古丁的生产销售，听说后续会国家牌照管制，一定是这样。共产党的钱你不能碰，其实讲到底就是这个，这个蚂蚁集团就是共产党的钱不能碰啊，滴滴差不多也是这样，共产党的钱不能碰。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已经提供高效的 BioNTech 疫苗，为什么迟迟不推广使用？中国已经提供了吗？没有吧 ？BioNTech 的疫苗现在还没有批准，复星跟 BioNTech 合作的疫苗现在还没有批准啊。提问，今天的新闻说科兴的 Delta 疫苗毒株要申请紧急使用了，可否请王先生解读？没有看到新闻，没有看到新闻。针对 Delta 的毒株疫苗没有看到新闻啊。情况，法国目前疫苗注射率50%后就很难再进步了。法国的年轻人觉得疫苗无所谓，就算被感染也很快会康复。目前法国政府宣布进入第4期疫情爆发，单日新增又过万了。马克宏没有办法，打算强推疫苗注射，导致上周末各大城市上街游行，反抗马克宏的政策。不知道美国目前的情况如何？美国的情况就是还是有人明里暗里的反对疫苗啊。反对疫苗的目的是什么？反对的疫苗的目的就是反对拜登政府啊，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啊。然后中共在底下就搂火搂火，这两股势力在合流这就是现在的情况。你可以看看美国爆发的比较厉害的，就是那些疫苗接种率比较低的州疫苗接种率比较高的州，情况还好提问，今年社保金已经被财税部门托管，如果不缴税，视为逃税。请问王老师，这是否说明社保金状况有风险？这次疫情对社保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吗？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件事情，就是社保金被财税部门托管这件事情，我没听说过。社保基金它是由社保局管理，社保局管理，那你说被财税部门托管，我不知道这说法是从何而来。那么之前有过一个改变，就是2018还是19忘记了哪一年，18年或者19年吧。就是原来有个社保局，各个市都有个社保，各个城市都有社保局。社保局负责做什么呢？社保局负责做收社保、收费、收社保税。然后呢，这件事情当然中央政府又把它改了。怎么改呢？我就讲中央政府现在就专制独裁到各个领域就社保军不让这个社保局收，由这个税务局收，税务局收完税之后再交给这个社保局，这样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社保的收入跟什么有关？跟个人交税有关。你是个雇员，你是这家公司的雇员。然后你会交什么呢？你会交个人所得税，同时你也交社保金。那原来这里面有个合理性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很多企业呢，就社保就不交，你不知道因为社保局他没有这个雇员的这个资料，所以他不知道，他没办法查。但是税务局是知道的，因为这家企业会去报税，他报个人所得税。他直接在工资账上直接扣，所以呢，他让税务局去收这个社保，会收的比较好，效率比较高，因为他有企业的资料，有企业雇员的资料，
所以他更容易把这个社保金收回来。这件事情应该是在2018年到2019年发生，也就是说，取消了地税局之后，第二步就把社保金由原来的社保局征收变成了税务局征收，那他就提高了这个征收率征收的覆盖率，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啊。我不知道你讲的是不是这个，讲的托管是讲的这件事情跟疫情没有关系啊。社保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跟你说的这个没有关联。这件事情如果是讲的是这件事情，那么对社保是有好处的。情况前几天跟朋友谈到孟晚舟，他说华为做什么他不知道，但是温哥华的3套大宅大家都知道，最低的一套是600万加币。我就想问问，这个钱怎么从中国出来的？要5万的额度，100年都出不来。那中国那些高官的孩子跟配偶们怎么把他们钱运到美国去买豪宅的呢？一样的啊，你不用问我，大家都知道。情绪加拿大的2个 Michael 才是真正遭遇无妄之灾，关黑屋子，与加拿大领事官员接触被严格限制，想读书不被允许，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孟晚舟也好意思表演江姐的角色。观点：反对疫苗和拜登政府没有任何关系。美国的反疫苗势力一直很强大，任何疫苗都反对，又不是现在才有。是的，你说的是，你说的那部分是的，但是这部分势力被放大，那就是有和这有关的东西啊。冠冕堂皇当然都可以讲，但是用冠冕堂皇并不能掩盖事实啊。情绪坐标台北，今天骑着机车绕着台北盆地跑了一圈，中午想吃饭，很多餐厅小吃还没有开放内用堂食就是堂食，大部分商家还会跟我说抱歉。自律自爱是台湾人这次能度过最艰难日子的关键。不由得想起王老师2个月前说过，对台湾人有信心。生活在台湾，我无限的感恩，感谢每个台湾人，我们都是抗疫英雄，非常对。台湾的疫情，你不能看电视啊，电视上面有，我相信你看的这个电视节目有80%是红媒啊，他们放出的都是假消息，不能够相信啊。我认为台湾可以很好的控制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包括什么像香港现在有个破口，是什么破口？香港本来是非常好的，香港控制疫情香港是非典期间，香港是模范生啊。但香港现在破口就是关口啊，不封关，这是一个破口啊。香港本来是应该可以很好，还有日本啊，日本也是可以很好啊。情况坐标以色列，上周开始第3剂疫苗的注射，还是辉瑞安排的特别仓促，还是从高危人群和老年人开始。情况坐标西安东郊农村，今天学校老师打电话说，家长带12岁以上的孩子必须打疫苗。小儿子初中1年级，13岁，所以必须打。说是没有打疫苗，证明开学就不能报名。家庭成员打了疫苗，今天全体要做核酸检测。家庭成员要是没有做核酸检测，证明孩子也不能够报名上学。神经病！你都打了疫苗，还做什么核酸检测啊？说明疫苗是无效的。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共为什么这么关心孟晚舟？他不是用完了机器吗？为什么关心孟晚舟？第一，她是任正非的女儿任正非对我党有重大贡献，所以他的女儿能不管吗？肯定要管，这是第一。第二，孟晚舟是华为的 CFO 是他的这个 CFO 呢，他知道很多华为的事情。如果你不管的话，那真的被被美国人策反，那华为的这故事不就全世界都知道了吗？
所以孟晚舟是必救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美国为什么一定要去引渡孟晚舟？对华为来说，对中共来说，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是必救的。孟晚舟是必救的，而且你看，为了孟晚舟，中国投入了巨大的外交资源，所以这个人是很关键的人物，不是一般人啊。我一直讲，孟晚舟不是一般人，他不一定很能干事，他不一定在华为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他是任正非的女儿啊，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是 CFO， 所以你想想看，对吗？啊。情况，咖啡因的含量应该按照 espresso shot 来算，一个 shot 在毫克左右，50克左右，一个中杯，星巴克美式3个 shot， 但是一杯奶茶也有些甚至可以在200克以上 ，OK， 我爱喝咖啡 ，OK， 好吗？情绪，胡适、余英时、唐德刚、辛浩年都是我们安徽老乡，大学时读过余英时先生的一篇关于中国文化的文章，大意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是正义、不屈、仁爱，有士这个阶层也是知识分子不懈的坚守，也有如文天祥、岳飞、史可法的践行，这使得即便是侵略者也会认同中国文化，最后被同化，这是中国文化没有断绝的原因。余先生解读的中国文化更有人性温度，而不是简单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比如今的中国，我很理解余先生说的我在哪，中国就在哪。情绪，08年奥运会，全世界羡慕中国，一曲永远的朋友，全世界都是中国的朋友。中国作曲家孔祥东和意大利作曲家这个莫洛德尔联合编曲啊，这个 One World One Dream 口号感动世界，如今也就过去了10几年，灭霸模式开始，从以前的全世界都是永远的朋友，到现在全世界都是中共的敌人，灭霸灭的只有中共。OK， 提问：现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足6个月，疫情这样反复，北京现在还是强力管控，请问王老师，北京冬奥会取消或者是换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大吗？这一轮南京的疫情，北京其实只有2例你可以看啊，北京的这个防控措施一下子就是进出全部阻断。你相信吗？我是不相信啊。那么北京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像回龙观，天天每次一来疫情，回龙观、望京小区都开始这样。我觉得如果疫情持续下去，这个北京冬奥会风险有多大？风险很大。就风险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清零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可靠的，清零你只能用疫苗来解决。如果你没有这个疫苗的话，你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阻断你怎么阻断？奥运会这么多的游客从全世界来，你怎么弄？所以这件事情没有结论，你只能看着疫情的发展的情况怎么样。但是这里面又有个问题，中共撒谎，所以没办法。提问：今天财新推送了恒大关联案件被要求集中管辖，移交至广州中院。想到王老师说恒大相关的节目，请问王老师，恒大未来的前景怎么样？我不觉得，我觉得恒大危险啊，恒大危险，不能在结果出来之前你讲结论有点不负责任。但是我认为恒大这次是有问题啊，有点难，过去有点难啊。观点：灭霸那集太帅，王老师说话节奏相当有力量。上海今天发布了小学期末考试取消英语课
和把习的语录作为必修课的政策，大家议论纷纷，期待王老师后面的分析和见解。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见解，这个我刚才看了一眼，怎么说呢？反正你就觉得习近平带着中国越走越远呗，就这种感觉啊。情况今天终于从外地返京，中午在机场被告知需要核酸检测结果，机场方凌晨12点收到通知，需要提供核酸结果才能乘机，然而并没有及时通知乘客，乘客还有的挺着肚子的孕妇急着去北京治疗，然而一点办法也没有，又一次人道危机就这么发生了。切身明白了一次做正事千疮百孔，做坏事滴水不漏的情况。疫情之下，你不能有病，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必须特别给力，否则就等着就被急死吧。这就是韭菜津津乐道的防控得力啊！很多韭菜对中共的这种防控赞不绝口。反正你就别做那个铁拳之下的人就行了啊。Patricia 梁，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